亚太局势紧张，美军也不闲着，意外的在韩国把脸丢尽，也给台当局提了个醒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讯说。这一段时间，这亚太局势不断紧张，当然了，这背后与美国是脱不了干系。前不久，美菲两国在联合声明当中公开提到了台海问题，这与之前的叫嚣性质不同，意味着美军已经将菲律宾是绑上了战车。而与此同时呢，美军也不闲着，开始在亚太搞事情。但到处显摆肌肉的美国却一次接着一次的丢脸。前不久呢，美国与菲律宾举行了联合演习，其中有一项模拟击沉中国军舰的火力试射。原本吧，这美国是想借此挑衅中国，可是美军一共是发射了6枚海马斯，却都没能打中靶船。然而没过多久，美国又丢脸了，这一次是发生在韩国境内。根据媒体报道，一架美国 F-16战机在训练时坠毁，在坠毁之后引发了大火，但好在飞行员顺利的逃生，已经是送往医院救治。坠毁地点呢比较偏僻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也没有造成设施损坏。这具体的坠毁原因还在调查当中。据了解，该地区是美军定期举行训练的空域，坠机当天就是进行常规的训练。那既然是训练当中的事故，为什么说坠毁事件让美国把脸丢尽了呢？要知道，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，美国的 F-16战机已经是发生了380多次 A 级事故了，其性能也备受质疑。再加上前段时间的 F-35坠海、直升机坠毁，不知道是美军训练次数过多呢，还是不注意保养战机，都让自诩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的形象是逐渐的远去，强者形象逐渐的崩塌，这当然是另外一种丢脸了。那目前来看，这一次的事故说明几个问题。首先，美国空军的战力正在逐渐的下滑，战机频繁出事的情况如果得不到控制，很有可能就要超过印度，这拿下坠机领域的第1名了。这也从侧面证明，美国如今已经是黔驴技穷，除了秀肌肉之外，找不着别的办法。那其次，美国在声明当中只关注飞行员的情况，不关注事故会给韩国带来什么样的伤害。这只能说明韩国的屈辱外交并不能让他们尊重，只会换来美国的更加轻视，让韩国沦为美国的武器试验场。那最后呢，造成事故的一大原因是进行频繁的训练，说明美军在韩国的训练正在加强。不管美国有什么样的目的，对半岛局势、台海局势那都是毫无益处。事到如今，美国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啊，想要维持数量庞大的军队以及高强度的军事存在，需要相对应的经济。但是以美国目前的状况，这高居不下的通胀问题，一个接一个倒下的银行，都让这件事情变得异常的困难。如果美国还是执迷不悟，只会让自己陷入恶性的循环，走入到一个又一个的死胡同。而 F-16坠毁，想必也给台当局提了个醒。毕竟，美国现在已经将注意力放在了武装台湾上，还派出了军火商小团体前往台湾，要小心，别再被破铜烂铁是迷了双眼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